我和闺蜜意外穿越，双双附身穷秀才的保家仙牌位上，为求香火不绝，我们二人合力助他从乡试一路闯至殿试，高中状元。他迎娶公主那日，特意将我们的牌位从老家引入京城府邸。正当我和闺蜜争着抢着要先受第一缕香火时，状元突然对着我的牌位鞠躬拜谢，多谢大仙多年庇佑，我陆长泽总算没辜负希望。您是祖宗唯一传下来的保家仙，往后我必定好好供奉，绝不敢忘恩。我捧着贡品的手猛地僵住，唯一一位明明是我们二人并肩相助，她却像浑然不知闺蜜的存在。如果这3年来自始至终只有我是保家仙，那我身旁的又是谁？我背脊发凉，下意识转头看向身旁的闺蜜，她正捣碎苹果浇上葡萄汁，往我面前一推，快试试，超大杯水果茶，比干巴巴的香火有意思多了。清甜的果香漫开来，的确是她最喜欢的2种口味。她虽维持着魂魄的形体，但模样和言行都跟我认识了8年的沈雅分毫不差。我转念便打消了疑虑，况且穿越之时，灵官明明说过是时空错乱才将我二人一同卷来，让我俩暂时当保家仙，承诺等陆长泽高中状元，供奉我们的香火达到鼎盛，便能送我们二人回去。一定是陆长泽肉眼凡胎，察觉不到闺蜜的存在。我勉强平复了心绪，闺蜜全然没察觉我刚才内心各种争斗。闺蜜，你去跟陆长泽说，让他给我们烧2个纸人解闷，记得要8块腹肌那种。怎么每次都让我去？你怎么不自己去说？怎么使唤不动你了是吧？你忘了现在是阳时，只有你能跟他建立联系，我得等到阴时才行。再说了，咱们是同体保家仙，你去跟我去有什么区别？我一愣，回想过去这段时日的种种细节，确实如他所说的这样，我们二人不能同时出现，又加上声音一样，怪不得陆长泽将我俩当成了一个人。我不再跟闺蜜拌嘴，径直飘到陆长泽面前，凝神朝他传声。正在细心整理供桌的陆长泽闻言，耳尖瞬间泛红，局促地点了点头。我想了想，又添了一句，记得往我旁边的牌位也插3根香。其实一直以来都是2位保家仙在庇佑你，因时你熬夜苦读想出的那些解题思路，是我好朋友在暗中提点的。大仙，我因时从未听到过任何声音，那些难题都是我自己一点一点琢磨出来的。陆长泽竟说他因时从未听过闺蜜的声音，我当即驳斥，满是为闺蜜打抱不平的怒意。不可能，我朋友平时最头疼文科，为了给你讲题熬夜苦学，你怎么能不认这份恩情呢？况且如果只有我一位保家仙，你为何要供奉2个牌位？大仙，你旁边的那尊牌位并不是什么仙家，而是我的老师。大仙有所不知，我自幼家贫无力求学，是夫子心善破格收留，还分文不取，悉心教我。恩师病逝后，我便供奉牌位随身相伴，只求不负师恩，学有所成。说到动情处，他抬手抹了抹眼角的泪，脸上尽是对恩师的敬重。我魂体一震，这才第一次认认真真地看向他口中的另一块牌位。昏黄的烛灯下，上面字迹清晰，端端正正写着尊师理工之位，而我附身的这块则刻着仙家庇护。我看着还在疯狂吸食香火的闺蜜，一股寒意从深处蔓延开来。跟他聊了这么久，怎么样？他答应给咱们烧纸人了吗？你们该不会背着我偷偷说些别的吧？闺蜜狐疑地凑近我，令我心头一紧，怕与陆长泽的话被他听了去。我看你半天不回来，莫不是看上这状元郎了？要不你去抢婚，我铁定站在你这边。你才看上他了，那是你老公，你相好，你下半辈子。我们吵吵闹闹，到最后笑得前俯后仰，像极了我们在现代无忧无虑的日子。我内心的害怕暂时驱散，但想了想，还是把心里的疑问问了出来。咱们2个的牌位字不一样，一个是仙家，一个是恩师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有什么稀奇？咱本来就是穿越附身来的，别说附到恩师牌位上，就算附到他爹牌位上也不奇怪。你只是运气好，恰好占了保家仙的主位。我心头的疑虑虽淡了几分，但还是没法彻底放下，再次跟陆长泽传声叮嘱。我确定这牌位间还有除了我之外的一位保家仙，你等到阴时再尝试着跟他沟通，若是得不到任何回应，便对着我的牌位伸出2根手指，我自然会知晓。大仙放心，我一定帮你的忙。不多时，阴时降临，我敛了心神，暗暗打定主意，借此契机，定要厘清所有疑点。阴时来临之际，正是陆长泽与朝阳公主成婚的吉时，他牵着一身华服的公主一同步入祠堂祭拜。我虽听不见他在说什么，但能看到他面色凝重地对着旁边的恩师牌位躬身行礼，嘴唇微动。不到片刻，他便缓缓抬头，朝我这边郑重地比出了2根手指，那就说明他根本没得到任何回应。可我身边的闺蜜还在对着空气絮絮叨叨，仿佛真的在对话。我心底阵阵发寒，他俩到底谁在说谎？如果是闺蜜，她怎么能伪装得这么自然？与凡人沟通本就是保家仙最基本的能力，若是这都做不到，又何谈庇佑陆长泽一说？我眼神蓦地沉下，不动声色地抬手，暗自催动仙家法力。下一秒，祠堂上方的房梁突然断裂，直直朝着陆长泽头顶砸去。试探之前，我心里早做好了准备，若是闺蜜全程冷眼旁观，我便会出手救下陆长泽，不让他受到伤害。房梁轰然砸下，陆长泽下意识将身旁的朝阳公主狠狠推开。陆郎！千钧一发之际，那根沉重的房梁突然偏斜，砸在了陆长泽脚边，碎成数截。抬眼望去，
只见闺蜜周身散着微弱的灵光，是她出手偏转的房梁。做完这一切，她便气喘吁吁，魂体都透着几分虚淡。不行了，这点小事就耗尽了我全部力气。自从来了京城，我就感觉这儿跟我犯秤，香火吸不进去，灵力乱晃。刚才和陆长泽沟通时也断断续续的，跟耳朵聋了一样。他蔫蔫地靠在我肩头，指尖已经有了隐隐消散的迹象。我看着他面前的贡品，才后知后觉地回过神，原来他每次嚷嚷着大吃大喝都是假话，剩的贡品总比我这边多，根本没吸纳多少。我顿时懊恼不已，都怪我刚才执意试探，才让他损耗了所剩无几的灵力。我不敢耽搁，立马催动自身的力量，源源不断地开始往闺蜜的魂体里输送。有了我的帮助，她透明的指尖慢慢凝实，气色也稍有好转。缓过劲来后，她才看向不远处惊魂未定、紧紧相拥的陆长泽和朝阳公主。还好本仙及时出手，不然就得上演人鬼情未圆。陆长泽这小子必须给我上100炷香补补身体，必须的，别说100炷，1000炷都应该让他给你安排上。我把他搂得更紧了些，却全然不知心里的庆幸马上就要碎得干净。经此一事，朝阳公主眼见陆长泽危急关头舍身相护，满心动容。她生怕再出意外，索性免了后续繁琐流程，红着脸拉陆长泽匆匆回房洞房。宾客们见状，全善意的哄笑起来，满是祝福。没多久，下人便遵照陆长泽的吩咐，捧着大把香火进祠堂，恭敬地在我和闺蜜面前上满一桌。浓郁的香气弥漫开来，闺蜜凑过去猛吸一口，眼底亮了。好香，舒服了。你给我输了灵力后，我现在浑身是劲。我和闺蜜都清楚，陆长泽已高中状元，等他再诚心祭拜一次，香火之力便能达鼎盛，我们就能按与灵官的约定重回现代。想到终于能回家，我欢喜不已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深夜时分，祠堂门被轻轻推开，陆长泽披了件外衣，独自进来。他恭敬地上香祭拜，对着我的牌位跪下。我今日因时按你的准符试探过了，耳畔半点声响都未听到，你务必小心身旁的东西，切莫大意。一旁的闺蜜早已沉睡，毫无察觉。不必担心，她只是灵力不稳，才没法跟你相通。白日房梁坠落，就是她出手救了你。陆长泽却满心疑惑，皱了皱眉。大仙，您当时看清楚吗？房梁掉下来时，是同袍将我拽开的，根本没有什么仙家出手相助。陆长泽说，在危难关头，闺蜜并未出手相救。我心下一惊，她拍着胸脯，仍心有余悸，跟我细说着原委。当时陈兄就站在我身侧，动作极快，旁人都未察觉是他拽了我一把。事后公主重赏了他，我明日还打算设宴答谢。若不是他，我今日怕是真的没命了。他表情真切，全然不像说谎，而我内心早已翻江倒海。百日里房梁片转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是闺蜜抬手施法，怎么又变成她同袍出手？我脑子里乱得像一团浆糊，还没等我揪出这背后的真相，祠堂内就已经升腾起浓郁的金光。陆长泽刚才奉上的香火刚好积攒到了鼎盛，半空中撕开一道时空隧道，定睛望去，隧道那边赫然是我和闺蜜在现代的合租房，熟悉的沙发书桌布置得极其温馨。怎么了？是安安，我的宝贝儿子。妈妈离开这么多天了，你肯定受了不少苦。还是7号，我们在这边熬了几年，那边连1天都没过去，我还怕回去都老了呢。闺蜜兴冲冲地拉着我，就要往时空隧道里钻，刚抬起脚，她又忽然顿住，轻轻推了我一把。闺蜜，你先走吧。闺蜜竟毫不犹豫将回家的机会让给了我。不知道这通道能不能容下2个人一起，万一只能走一个，我希望是你。看着闺蜜仗义的模样，我心头一热，所有的不安和焦虑都在此刻烟消云散。就算她不是保家仙又怎么样？她依旧是我在这世间最好的朋友，是穿越而来唯一的依靠。想了想，闺蜜的担忧不无道理，但要是我先走，她灵力微弱，独自留在这无依无靠的古代，根本无法存活。不行，你先去。你跟我假客气什么？别磨蹭，麻利点。见她态度强硬，我也不再坚持，半个身子直接探进了时空隧道。熟悉的小家近在眼前，小狗安安摇着尾巴，热情至极，正想彻底挣脱她的手，整个人跨入隧道时，身后却传来了闺蜜的感慨。对了，你要不要跟小泽泽告个别呀？你突然这么走了，他会不会不适应？这句话入耳的瞬间，我脑袋嗡的一声，全身血液仿佛冻僵。我终于知道到底是哪里不对劲了。之前被我刻意忽略的细节，在此刻疯狂涌上心头。没了回家的急切，我拼命往后缩，身后的闺蜜猝不及防，被我踹了一脚。宋清玉，你抽什么风？要走就赶紧过去，错过这次我们就回不去了。说着，她又伸手推我，可我咬紧牙关，不肯前进半步，趁她不备，翻身朝她脑袋狠狠撞去。闺蜜没防备，被我一头撞得踉跄后退，捂着额头，疼死我了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趁机挣扎出来，瘫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。拉扯中，时空隧道急速收缩，眼看就要闭合。刚才还在佯装谦让的闺蜜慌了神，尖叫着冲过去，不要，等等我！闺蜜双手疯狂地扒拉着，可最后隧道还是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她气急败坏地抓起供桌上的苹果，狠狠朝虚空砸去。宋清玉，
你有病是不是？我们熬了这么多年，受了这么多苦，不就是为了回去？我好心把机会让给你，现在谁都回不去，你开心了吧？真不知道你哪根筋搭错了。她面目狰狞地发泄着，我却依旧一言不发，甚至在她朝着我靠近时，直接抬脚将她踹飞出去。闺蜜砰的一下撞在柱子上，你疯了！好端端的为什么打我？小雅，你还记得我们当初是怎么成为最好的朋友的吗？闺蜜被我质问我们友情的开端，可她看起来并没有那么触动。闺蜜撑着身子坐起来，没好气地白了我一眼。当然记得，不就是你半夜走夜路被人尾随，是我挺身而出救了你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现在卖惨跟我一往昔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她说的字字句句都和我记忆里的画面重合，可越是这样，我心底就越凉。是啊，我们已经相识8年，那时候我刚从医院照顾完生病的奶奶，半夜独自走夜路回家，结果被陌生歹徒尾随，我吓得一路狂奔，最后体力不支倒在街角的武馆旁，看着歹徒就要扑上来，我以为自己彻底完蛋了，是闺蜜直接从武馆2楼纵身跳下，二话不说冲上去和歹徒厮打在一起，她3两下制服了歹徒，还陪着我去了派出所，事后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，她叫沈雅，以后要是再遇上困难，尽管找她一定会帮我。可就是当初那个把跆拳道黑带当作骄傲，哪怕平日里和我打闹玩笑都会下意识做出防御动作的人，刚刚我那一脚踹过去，他既没有躲闪，也没有使出半点防身的招式，你引以为傲的跆拳道哪去了？展现出来啊！还是说你根本就不会？闺蜜听了我的话，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心虚，还不是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舍不得对你动手，就你那走2步都喘气的小身板，根本架不住我2招。你不是他，就算你能背下我们所有的回忆，能模仿他的语气，可有些东西你永远都学不会。沈雅爱吃苹果，但她从来都嫌皮涩，就算没有刀，也会用门牙一点点啃得干干净净，不会像你这样囫囵吞下去。她笑起来的时候，左边的嘴角会先往上跳，还会不自觉地蹭一下耳垂。之前我还以为是古代条件艰苦，由不得我们挑3拣4，她那些消失的小习惯只是因为环境所迫。可直到此刻，我才无比笃定，眼前这个人虽然和闺蜜一模一样，但绝对不是她。见我眼神愈发冰冷，闺蜜慌了神，你怎么就是不相信我？我真的是沈雅，当初灵官说过我们俩的意外穿越成保家仙，只要香火攒够了就能一起回去，你难道都忘了吗？她想证明自己，可越急切，露出的破绽却越来越多。你说漏了一点，灵官从来没说过我们攒够香火就能一起回去，他留给我们的是2个各自绑定灵魂的香火袋，谁先集满香火，谁才有资格回去。我抬拧出那只泛着光的香火袋，袋身早已充盈饱满，我的已经满了，所以时空隧道才会为我开启。你的呢？闺蜜眼神恍惚，下意识往牌位后面看，我毫不客气从后面搜出了那只属于她的香火袋，袋口暗淡无光，只有底部浅浅一层香火。别说回家，这点微末灵力连维持魂体不散都很艰难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来京城水土不服，吸不动香火，自然也就少了。再说了，刚才隧道开了我也没跟你抢，是我让你先走的，你让我先走根本就不是好心谦让，而是因为那根本就不是真的时空隧道。说完，我转身走向祠堂后侧，猛地掀开那块垂落已久的布帘，布帘后一道全新的时空隧道正静静悬浮着，同样能看清现代合租屋的场景。我又说出了一句让他毛骨悚然的话，如果按照你说，刚才消失的才是时空隧道，那我眼前的这个又是什么？我应该叫你闺蜜，还是应该叫你李夫子？听到我揭穿闺蜜身份的质问，闺蜜眼里的惊恐几乎藏不住。宋清玉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李夫子，你疯了！看到她极力否认的模样，我就知道自己猜对了。你真以为你隐藏的天衣无缝？当我看到牌位上的名字，又听到他快闯进隧道时，喊陆长泽为小泽泽时，我就全明白了。为什么陆长泽说只供奉了一位保家仙？为什么闺蜜明明吸食了香火有灵力，房梁之事却只用幻术骗我，也不敢跟陆长泽沟通？因为他根本不是无力庇佑，也不是来了京城水土不服，而是舍不得造一个能骗过我的假时空隧道，要消耗他大半灵力。护着陆长泽也需要损耗灵力，所以他选择从一开始就装死。从穿越之际，你就从来没跟陆长泽沟通过，所有庇佑他的事都是我在做。你不敢跟他对话，就是怕他听出这是他已故恩师的声音。你就是从前教陆长泽读书的李夫子。我被刻板印象束缚，潜意识认定夫子是男子，从没想过他是女子之身。早前我听陆长泽提起过，他年少的启蒙恩师最疼他，总亲昵地喊他小泽泽。那时我未放在心上，直到闺蜜脱口而出这个称呼，我才彻底明白。李夫子的脸色彻底灰败下去。你意外去世后，陆长泽感念你的教导之恩，将你的牌位和保家仙一同供奉。天长日久，你聚了香火，生出了灵智，可你心中执念太深，怨念也太重。你一辈子困于女子身份，虽靠家中资产开了学堂，却连科举的资格都没有。看着陆长泽一步步走向仕途，你心中妒恨难平，便暗中动手脚，让他才学出众，却次次科考落榜。要不是我和真正的闺蜜意外穿越，成了陆长泽的正统保家仙，压制了他的邪祟手段，他的前程早被他毁了。我攥紧拳头，终于不再逃避最残忍的真相。真正的闺蜜穿越过来后，魂魄就附在了李夫子的牌位上。
当初灵官来交代回现代之事，被躲在暗处的他一字不漏地偷听了去。李夫子这才知道，除了古代，还有我们所在的未来世界，那里女子不受礼教束缚，可以光明正大的读书考试，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这份自由是你一辈子求而不得的，你嫉妒到发狂，心底的恶念疯长。你算准了我闺蜜刚穿越，魂魄虚弱无力，变成夜深人静，悄无声息地啃食了她的魂魄，然后取而代之，顶着她的身份出现在我身边。可你千算万算没算到，香火带与魂魄绑定，你不是神哑，就算吸食再多香火，也永远填不满它。回家与你就是遥不可及的事，所以你才布下这场骗局，装作和我一样的保家仙，陪我吸食香火，表面庇佑陆长泽，实则混吃混喝积攒魂力，造出假的时空隧道。你假意谦让我先走，就是想把我彻底困在里面，好夺走我真正的归家之路。见我将一切都戳破，李夫子再也装不下去。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，我也没必要再辩解了。对，我就是不甘心，凭什么你们生来就可以自由自在，我满腹才学，却因为是女子，一辈子困在方寸之间，连科举的门都摸不到。你们能拥有的，我凭什么不能有？上天不给我机会，我偏要自己抢。而且你还少说了一件事。我看着李夫子脸上带着胜券在握的恶意，心道不好。为了万无一失，我不光造了假隧道，还在你的本命牌位里动了手脚。他刚说完，我身后那尊属于保家仙的牌位突然爆发出一股吸力，我的魂体不受控制地向后倒去，被死死困在牌位之中。看着我被束缚，李夫子得意忘形，朝着祠堂后方真正的时空隧道冲去。终于没有人能阻拦我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用尽残存的力量死死拽住了他的脚腕，不准走！牌位的禁锢勒得我魂体几乎溃散。陆长泽，快上香火！只有借助你的供奉之力，我才能冲破束缚。陆长泽本就察觉到祠堂内异动，心神不宁，听到我急切的呼喊，瞬间明白我陷入了险境。他不敢耽搁，毫不犹豫抓起供桌上的香，凑到烛火前想要点燃，可偏偏天不遂人愿，原本静谧的夜空突然狂风大作，乌云翻涌，豆大的雨点顷刻间倾盆下。祠堂本就年久失修，屋顶又破了个大洞，雨水不偏不倚，正好浇灭了烛火，打湿了陆长泽手中的香，湿漉漉的再也无法点燃。天助我也！真是天助我也！这房顶本就是你之前为了试探我自己弄破的，如今断了你最后的生机，简直是自作孽不可活！哈哈哈！他猛地发力，一脚踹在我拽着他脚腕的手上，剧痛袭来。趁我松手之际，李夫子身形一闪，径直朝着隧道冲去。陆长泽，快去挡在倒数第3块牌位前！快！陆长泽根本看不到眼前的时空隧道，却对庇佑他多年的我深信不疑。他没有半分犹豫，立刻冲过去，身子紧紧贴着牌位，半点不敢挪动。大仙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告诉我接下来该怎么做。是你供奉的李夫子，他执念成魔，化作恶灵了。他要抢我的时空隧道去我的世界。你多年科考落榜，都是他暗中作祟。他还趁我好友虚弱，吞了他的魂魄，假扮他欺骗我，绝不能让他走。想起被吞噬的魂飞魄散的闺蜜，恨意灼烧着我。我拼命冲撞着牌位的禁锢，而陆长泽身为金科状元，一身浩然正气，又是此间供奉的主人，受他恩惠的灵体根本伤不了他分毫。李夫子被挡在牌位前的陆长泽生生拦住，强行冲撞之下，直接被弹飞出去，重重摔在地上，魂体都淡了几分。陆长泽，你给我滚开！当初是谁看你可怜，手把手教你读书识字？是谁在你吃不饱穿不暖时，偷偷给你送吃食，教你道理？若没有我，你能有今天的状元地位？这熟悉又陌生的声音让陆长泽眼里闪过一丝迟疑，往日的师徒情谊翻涌心头。可不过片刻，他便攥紧双拳，眼神重新变得坚定。夫子，你曾教我为人要知错就改，善恶分明，结果你因一己私怨，屡次害我科考落榜，又伤及无辜，此等大错，弟子绝不能纵容。见李夫子又要为自己冠冕堂皇的开脱，我忍不住立刻戳穿他的真面目。说的那么伟大，说什么可怜他，教导他，实则不过是看他家里穷读不起书，是男子也无法科举，让你多了些宽慰。可等他真的学有所成，你心里还不是只剩妒忌？从头到尾都是你的私欲和执念。李夫子听闻彻底恼羞成怒，被赤裸裸的戳穿心事，李夫子恼羞成怒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见陆长泽执意寸步不让，而时空隧道也渐渐暗淡，留给他的时间所剩无几。李夫子眼里闪过一抹决绝，竟开始透支所有灵力，毫不留情地朝着陆长泽狠狠拍去。他心里清楚，伤害供奉主的反噬之力足以让他魂飞魄，可他还是赌了，只要能踏入时空隧道，霸占闺蜜的躯壳，在现代活下去，一切都值得。毫无防备的陆长泽被狠狠拍飞，如同断了线的风筝撞在祠堂的石柱上，当即晕死过去。挡路的人没了，李夫子踉跄着朝着隧道狂奔而去，刚准备狂喜，一股远比之前更强大的力量狠狠将他弹开。李夫子瘫在地上，魂体开始涣散。不可能，明明已经没有人拦我了，为什么还是进不去？他的力量急速消散，而困住我的牌位封印也在此刻咔嚓碎裂。我缓缓朝他走去，故作恍然大悟，哎呀，忘了告诉你，这时空隧道是实名制的，与我的魂魄牢牢绑定，除了我，谁都踏不进去。现在该好好算我们之间的账了。看着步步紧逼的我，
李夫子顿时面如死灰，一想到被她无情吞噬的闺蜜和她连日来的伪装欺骗，我心底的恨意再也压制不住，根本不给她反应的机会，如同她吞噬闺蜜那般，开始蚕食她的魂魄。住手！好疼！李夫子凄厉的惨叫响彻祠堂，生不如死。我知道错了，放过我吧，我也是可怜人，一辈子被女子身份困住，我只是想过几天好日子。放过您？那谁又能放过我的闺蜜？她何其无辜，只是意外穿越就被你残忍吞噬，连一丝残魂都没留下。你作恶多端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我毫不留情。就在只剩最后一丝残魂时，祠堂外传来动静，朝阳公主披着一件薄纱外衫走了进来。出什么事了？这么大动静？陆郎你怎么了？来人，快来人！恰在此时，外面传来打更声。3更已至，正是天地间阴气最盛的阴时。我暗道一声不好，阴时是李夫子的本命时辰，有天地阴气加持，恐怕会生变故。果不其然，原本快要被啃噬殆尽的李夫子，突然爆发出一股微弱却凶悍的力量，飞快地朝着毫无防备的朝阳公主扑去。结，既然去不了现代，那我便占了这公主的躯壳活下去。等我掌控了身体，先砍了陆长泽的头，再打碎你的本命牌位，我看你还怎么跟我斗。朝阳小心！可我忘了他根本听不到我的声音。转瞬间，那道残魂已经冲到公主身前，几乎快要钻入她的身躯。我来不及多想，反手就掀翻了供桌上的香炉，香灰腾空而起，兜头洒了过去。朝阳公主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惊得一偏头，下意识后退半步。就是这半步，险之又险地避开了李夫子。李夫子扑了个空，脸色顿时更难看。他刚要再上前，我又猛地一挥手，将桌上的长明灯生生撞歪，灯火一晃，滚烫的灯油泼洒出来，在他脚下拖出一道火线。他最怕的就是这点正宫留下的热意，那道火线虽短，却逼得他动作一致。我抓住机会，立刻往供桌后退去。我退后不是怕他，是我突然想起一件事。穿越那日，灵官曾淡淡提过一句，若真遇上借供作乱的东西，可以折一缕香火入灯，借火传信。我之前一直没用上，因为我从没想过李夫子真能疯到这一步。如今顾不上了，我一把攥住供桌上最粗的那炷香，硬生生折断香头，往长明灯里一按，火光骤然一跳，原本橘黄的火心猛地窜高半寸，随后竟无风自动，直直往门外一偏。成了，信已经送出去了。可李夫子也不是傻子，他一眼就看出我在拖时间，面容立刻扭曲起来。宋清玉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，我今天就算走不了，定要拉着所有人给我垫背。他话音刚落，猛地一挥袖，供桌旁那2只盛贡品的铜盘被他扫得飞起。朝阳公主被惊得面色发白，却仍死死护着陆长泽。来人，人都去哪去了？门外脚步声杂乱起来，显然已经有人被惊动了。李夫子一见人多，更急了。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局面拖大，一旦拖到灵官赶来，他就真半点机会都没有了。他索性不再管朝阳公主，猛地一转方向，直冲我而来。我如今消耗太大，正面对上反而吃亏，只能边退边挡。我一连退到供桌尽头，后背几乎抵上牌位。他见我退无可退，脸上终于露出一点狞笑。跑啊，你怎么不跑了？我忽然不退了，只因我确实想问他一句，李之威，你争了一辈子，到头来还是只会抢女人的身体活。你闭嘴！你口口声声怨世道不公，怨女子无路可走，结果真给你一条路，你也不是自己走出来的。你靠的是抢，是骗，是躲在别人的壳子里活。你最看不起的不就是这样的自己吗？李夫子眼神彻底乱了，他气得发抖，猛地就朝我扑过来。我却早有准备，侧身一让，他这一扑太急，正撞上供桌前还没散尽的香火，像被什么烫到一样，他当场倒退2步，脸色都白了。他死死盯着我，眼里恨得几乎滴出血来。宋清玉，我就算今日自毁了，也绝不会让你好过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玄色身影凭空出现，攥住了李夫子的残魂。来人一身玄色官服，正是掌管魂魄的灵官。灵官看着掌心的残魂，又抬眼看向我，这就是你传信所说在此作乱的恶灵，就是他害了我的好友，还想抢夺时空隧道，附身公主。灵官眼底没有半分波澜，李夫子的残灵被他攥在掌心里，指尖力道骤然收紧，过了半刻，却又忽然停住了。李夫子神情先是一僵，随即扭头冲我笑了，你让他现在就收了我试试，我没了，你那位好闺蜜也就真回不来了。我心里猛地一沉，他敢这么说，就说明他手里还压着东西。他没说谎，他体内还压着一缕残魂，不是他的，还有一只香火带也被他动过手脚。灵官反手一甩，一条黑色锁链当场缠上李夫子的残灵，把他定在供桌前。你借别人的魂器受供，账要一笔一笔算，先把供奉分开。陆长泽，快醒过来！听见我的声音，陆长泽猛地呛咳一声，终于强撑着睁开了眼。他脸色惨白，额上全是冷汗，却还是第一时间朝供桌看了过来。见陆长泽朝我看过来，我立刻吩咐把李夫子的牌位挪到左边，原先那块写的是尊师李公之位，他借着这师位混在仙位旁偷香火，现在改成顾师李夫子之位，以后只收祭师香，不再沾仙供。朝阳公主听不见我的声音，只看见陆长泽死死盯着供桌，抬手比划着要笔墨，神色骤变，
立刻叫下人送来纸笔，再在祖传保家仙牌位旁边新添一位，单独立个新牌。那新牌写什么？写雅克居仙位。他不是你家祖传保家仙，却也是物卷进来的仙子，给单独立位，两边各立个的位，供奉香火自然就分开了。这话一出，李夫子整张脸都变了，他像疯了一样去正锁链，眼底第一次露出真慌。可陆长泽什么都听不见，只是沉默着落笔。两块新牌一立上供桌，原本缠在一起的香火顿时一分为二，左边那股发灰发沉，直直落回李夫子的尸位，右边那股却像终于找到了地方，径直涌向那块雅克居仙位。最后一笔落下时，供桌前猛地起了一阵阴风，李夫子身上那层顶着闺蜜模样的假象当场狠狠晃了一下。灵官抬手一点，一只藏在牌位后的香火袋忽然飞了出来，袋身发暗，轻飘飘的，显然还没满。我一眼认出那是闺蜜那只，她这些年一直拿这只袋子吸香火，可袋子认魂不认人，她吸进去的香火没真正入袋，只是暂时挂在她偷来的身份上，所以她才一直觉得袋子装不满，也一直不敢脱了这层假象。我一下明白过来，假象一拆，这些香火自然就会回到闺蜜的香火袋里，就算你们找到了袋子又如何？她刚穿过来时就虚弱成那样，早被我啃得差不多了。香火再多，没有魂，她也醒不过来，所以先还魂，再开袋。你吞了多少，吐多少。他说完，手指一收，李夫子体内当场被扯出一缕极细极淡的白光。那白光一出来，我鼻尖都酸了，不用谁解释，我也知道那就是小雅被他咬走的那部分。可灵官没有替我把后面的事全做完，他只是把那缕白光定在半空，剩下那些你自己拿。我提着那只暗袋，径直走到李夫子面前，他看着我，终于急了，宋清玉，你别碰！我一句废话都没说，抓起那只发暗的香火袋，直接按在他心口，袋口猛地裂开，下一瞬他身上立刻窜出一缕缕白光，顺着袋口直往里钻。李夫子顿时尖叫出声，抬手去挡，却根本挡不住。很快他脸上的模样就开始变了，先是嘴角那点熟悉的笑意没了，接着眉眼一阵模糊，不过几息，那张不属于他的面容便如烟雾般散去。站在我面前的再不是小雅，而是李夫子原本那张清瘦惨白的脸。与此同时，他这些年硬挂在身上的香火也被一并抽了出来。等最后一缕白光被吸进去，袋口啪的一声自己合上。忽然间，李夫子没再看我手里的香火袋，猛地转身直扑左边那块就牌位。我瞬间反应过来，他不是要抢，也不是要逃，他是想躲回牌位里续命。只要牌位还在，陆长泽又念着旧情继续供他，哪怕只剩这一点残灵，他也能慢慢养回来。把左边那块就牌位翻过去，压到供桌底下。快！陆长泽虽然什么都看不见，却对我的话深信不疑。他扑过去，一把将那块就牌位翻了面，重重压进供桌底下。牌位刚一落下，一缕灰气便从牌面里猛地弹了出来。李夫子身形一晃，当场被逼回原地。灵官这才抬手，锁链猛地一收，直接将他扯到半空。他没再挣扎，只盯着那块被压住的就牌位，忽然笑了一声，要不就写李公，要不就叫李夫子。他抬起头，眼底那点狠意倒是散了，只剩一股压了太久的不甘。我看了眼他的神情，又低头攥紧小雅那只温热的香火袋，心里那丝不安还没有散去。我是怕他这口怨气没散，今日能害小雅一次，来日就能再害他，甚至再害旁人。李夫子原本还在强撑，听见这话，眼底猛地掠过一丝慌乱。你没看错，他的债还了大半，唯独还有一笔没清，明账。难怪他先前死死扒着那块就牌位不放。我心头一凛，立刻催陆长泽去翻牌位底座。陆长泽没有半点迟疑，扑到供桌前就动了手。朝阳公主只看见他突然去翻牌位，神色一变，连忙扶住他，低声问：陆郎又怎么了？公主，牌位底下有东西，帮我。两人一前一后摸索了几下，果然在底座背面碰到一道极细的暗扣。陆长泽指尖一压，只听咔嗒一声，底座竟弹开一层夹板。这是我的东西。朝阳公主眼疾手快，先一步从暗格里取出一个旧木匣，木匣不大，却压得很沉，像藏了多年的秘密。她掀开匣盖，里面没有符纸，也没有金银，最上面是一叠写的密密麻麻的策论手稿，笔锋利落，层层批注，一看就不是寻常手笔。手稿下压着一册陈旧的学堂簿册，最底下则静静躺着一方巴掌大的丝印。朝阳公主先拿起那方印，翻过来只看了一眼，眉间便是一动，这里有字。陆长泽接过去，低头一看，整个人瞬间僵住。知微，念出来。陆长泽喉结滚了滚，像是终于意识到了什么。李知微这三个字一出口，锁链中的李知微猛地一震，死死抬起头来。他脸上的怨与不甘在这一瞬全乱了，像是被人从厚厚的甲壳里硬生生拽出了真正的模样。这才叫证明。朝阳公主虽不知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却看得懂眼前这匣子里的东西。她顺手翻开最上面那篇策论，只扫了几眼，神色便彻底变了。这不是寻常文章，立意、格局、破题都不比朝中那些读书人差。我知道这还不够，立刻示意陆长泽继续翻那本簿册。陆长泽手指发抖，翻开旧册，那些字迹他再熟悉不过，全是夫子当年办学的记录。可翻到最后一页，
却见一行他从未见过的小字：知微字记。朝阳公主最是敏锐，当即吩咐下人把从老家跟来的周婶叫来。周婶很快被带了进来，她一看见那方印和就册，脸色当场就变了。这不是李先生从不许人碰的东西吗？你说什么？李先生根本不叫什么李公，他本名李知微，是城南李家独女。老爷病故后，他借亡父的名头办学堂，对外只说自己是李公门下的人。他见学生总隔着屏风，亲自讲书时也压着嗓子。学堂里人人都叫他李先生、李夫子，除了身边人，少有人知道她是女子，更没人知道她叫李知微。李知微闭了闭眼，没有反驳。我心里微微一滞，可一想到小雅差点被他害得再也回不来，就不敢有半点迟疑和触动。这桩事必须立刻了结。我当即点陆长泽重写新牌，只写故师李知微之位，不要李公，也不要夫子。待李知微3个字落下，原先那块尊师李公之位竟当着众人的面自己裂开了一道细缝。我紧接着让陆长泽把旧牌翻过去，用红绸裹了压到供桌底下，再将新牌单独立出。借名受供断了，借势藏身也断了。他现在就算还剩一缕怨念，也再借不到旧牌救名起身。陆长泽眼眶通红，朝着新牌跪了下去。弟子受先生教导多年，今日才知先生真名。恩情是恩情，过错是过错。我知先生真正求的不只是一个名字，望先生放下执念，若有来生，考得功名，得偿所愿。这话像最后一记重锤落下，李知微先是一怔，随后缓缓低下头去。他脸上的执拗一点点散了，到最后只剩下一种深深的疲惫和真正的平静。我心里那口气终于彻底落了下去，后患至此才算断绝。灵官见他再无翻身余地，这才重新抬起了手。他五指一合，锁链骤然收紧。李知微没有再怔，也没有再变，下一瞬他的身影便被灵官连同锁链一并收去。灵官又抬手一招，我和小雅那2只香火袋一起落进他掌心，2只都满了。你能走，他也能走，那李知微呢？他会被带去哪里？灵官看了我一眼，倒也没瞒我，送去暗司。他生前借名，死后借势，又吞人香火，乱人前程，桩桩件件都要记清。我心里那口堵了许久的气终于真正散开。这时陆长泽强撑着身，望着虚空，郑重其事地行了个大礼，多谢大仙这些年的护持，若无大仙，我走不到今天。我看着他，一时间也有些恍惚，从破旧寒窗到金榜题名，从乡试到殿试，这一路我看着他跌跌撞撞走过来，如今尘埃落定，竟真到了分别的时候。往后我再不能庇佑你，愿你坚守本心，莫再被邪祟侵扰。朝阳公主虽看不见我，也听不见灵官，可刚才那一连串异样，她已看得明明白白。她竟提裙摆，朝着供桌端端正正跪了下去，先扣我那块牌位，再扣李知微的新牌。我会办知微女学，每年捐银修书。话音落下的那一刻，祠堂里最后一点滞涩的气息也像被轻轻抚平了。我没回头去看灵官，却知道李知微若还在听，应该也听见了。祠堂里静了下来，只剩烛火轻响。灵官将2只香火袋递给我，时辰到了，走吧。半空中，通往现代的时空隧道缓缓开启。我眼眶一热，正准备带闺蜜回家，小雅那只香火袋却突然剧烈颤抖起来，原本吸进去的白光竟化作丝丝缕缕的雾气，拼命往外溢。灵官面色一沉，抬手施法压住袋口，走不了了。李知微虽被收走，但他吞噬你朋友太久，你朋友的地魂被他强行剥离，定在了这人间的某件死物上。我大惊失色，什么意思？灵官冷冷道，看来李知微心机极深，害怕事情败露，就将你朋友最核心的记忆和地魂做成了锚点，不拔除锚点，一旦强行穿过隧道，恐怕立即魂飞魄散。时空隧道的光芒开始闪烁，我惶恐不安。灵官皱眉，隧道最多只能维持1炷香，找不到你们就全留下。我急得浑身发抖，立刻给陆长泽传声，李知微平时有没有贴身佩戴或者极其看重绝不离身的死物？小雅的魂被困在里面了。陆长泽猛地直起身，脸色惨白如纸。有一对血玉镯，是当年恩师所赐，大婚跪拜之后，我亲手给朝阳戴上。我们同时转头看向朝阳公主的手腕，朝阳公主顺着陆长泽的目光，茫然地抬起手，只见她原本白皙的手腕上，那只血玉镯正渗出诡异的黑白双色雾气，玉身里隐隐传来小雅凄厉的惨叫声。陆长泽大步冲过去，快摘下来！朝阳公主慌忙去退那镯子，可那镯子却像活物一般骤然收紧，狠狠勒进她的皮肉里，血瞬间染红了玉镯，黑气大盛。朝阳公主疼得冷汗直冒，却死咬着唇眉喊痛。陆长泽急得眼眶通红，举起剑想劈，又不敢下狠手。时间1分1秒流逝，半空中的时空隧道隐隐有了缩小的趋势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朝阳因我受难，更不能放弃小雅。电光石火间，我脑中闪过一个保家仙的禁术，我厉声喝道：陆长泽，我是你家供奉的正统保家仙，能替供奉主挡灾。立刻取一根红线，一头绑在镯子上，另一头缠在我的牌位上。陆长泽听懂了我要干什么，凄厉反驳：不行，大仙，引煞上身，你会魂飞魄散的。我几乎是吼出来的，别废话，隧道要关了，照做。
陆长泽满眼热泪，颤抖着手扯下喜服上的红绸丝线，一端死死系在朝阳公主的血玉镯上，另一端飞奔回供桌，死死缠在我的仙家庇护牌位上。红线绑定的瞬间，我双手飞速结印，疯狂催动体内所有的香火灵力，玉镯上的黑气顺着红线，如同毒蛇般疯狂涌入我的魂体，万箭穿心般的剧痛袭来。我双膝一软，险些跪倒，原本凝实的魂体瞬间变得透明闪烁。我忍着撕裂的剧痛，冲朝阳公主大喊：“就是现在！”陆长泽心领神会，一把抓起供桌上的状元金印，这是凝聚了国运的至阳之物。他没有半点犹豫，抓着金印朝着那玉镯狠狠砸下，一声脆响，失去了黑气护体的血玉镯四分五裂。朝阳公主脱力跌进陆长泽怀里，一团纯白的光芒从碎玉中冲天而起，正是小雅的帝魂。可还没等我松口气，我身后的保家仙牌位因为承受了太多煞气，突然炸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纹，牌位受损，我与时空隧道的联系瞬间断裂，眼前的隧道剧烈扭曲，轰然崩塌了一半。灵官骤然低喝：“隧道要塌了！”灵官眼疾手快，甩出勾魂锁，死死缠住隧道的边缘，强行撑住那最后一点通道。可半空中，小雅那团刚被释放出来的帝魂却像受了惊的野兽，在祠堂里横冲直撞，根本不认那只香火带。她被困在镯子里太久，被李之威的怨气折磨得丧失了理智，再拖下去，魂体就要消散在天地间了。我忍着魂体碎裂的剧痛，拼命朝她招手：“小雅，回来！”可她只是疯狂躲闪，看着她排斥一切的样子，我突然反应过来，她现在还停留在被李之威啃噬吞没的无尽恐惧里，必须用她最深刻、最本能的记忆唤醒她。我死死盯着半空乱窜的白光，深吸一口气，学着当年深夜在小巷子里绝望求救的语气，我凄厉地大喊了一声：“救命！神雅，我被围住了，救救我！”这一嗓子喊出，整个祠堂仿佛都寂静了一瞬，那团狂躁的白光骤然停在半空，紧接着白光猛地拉长，化作小雅骄傲又熟悉的轮廓。她本能地做出了一个极其漂亮、凌厉的跆拳道回旋踢动作，一脚踹碎了周遭残留的黑气。踹碎周遭残留黑气的瞬间，小雅终于认出了我，她虚影一闪，化作一团暖光，毫不犹豫地冲进了我手里的香火袋，袋口彻底封死，金芒大盛，两只香火袋终于彻底圆满。可还未等我松一口气，我身后的仙家庇护牌位发出一声极其凄厉的哀鸣，那道裂纹瞬间贯穿底座，让牌位化作齑粉，彻底炸碎。本命牌位一毁，我之前替朝阳公主强行引渡到体内的煞气再也压制不住，瞬间在我的魂体内疯狂反噬。灵官额头青筋暴起，手里的锁链被扭曲的空间绷得笔直。灵官厉声暴喝：“通道要塌了，快进！”陆长泽和朝阳公主见状，对着我深深拜倒在地。陆长泽和朝阳公主声音哽咽：“恭送大仙！”我连一句道别的话都来不及说，全凭着最后一丝执念，忍着剧痛，死死将两只香火袋护在心口。我只听见身后灵官收回锁链的震耳报鸣和通道彻底坍塌闭合的巨响，紧接着一切归于无边的黑暗。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撑没撑住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把他带回去了。白光闪过，再睁眼，我已躺在自己床上，窗帘半拉，天还没大亮，脚边传来瘙痒。安安正用尾巴扫我的腿，他愣了下，随即呜呜叫着往我怀里钻。我顾不上安抚他，连鞋都没穿，冲进小雅房间。他正慢悠悠坐起来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睡眼惺忪。一大早干嘛慌慌张张？我鼻子一酸，扑过去抱住他，他被撞得往后一仰，嫌弃地拍我：“干嘛？你做噩梦了？”我半天没松手，哑着嗓子说：“梦到我差点再也找不到你了。”小雅原本想笑，动作却轻了下来，她拍着我的后背。我睡得也不好，我猛地抬头看她，她抿了抿唇。我也做了个怪梦，只是听她的讲述和我的噩梦有的能对上，有的对不上。她模糊的叙述记不太清，只记得有个人在前面走，我怎么追都追不上。后来那人回头了，我还是看不清脸。我急切追问：“然后呢？”闺蜜神情自如，那人只说了句：“我带你回家。”我就醒了。我没说话，只替她理正睡衣领口。安安忽然叼来一个苹果，放到我脚边，仰头摇尾巴。我和小雅都愣了下，她先笑出声：“她这是饿傻了吧？”我低头看那个苹果，果皮完整，可不知怎的，想起梦里那些被囫囵吞下去的苹果。我弯腰捡起来放到桌上，没说什么。小雅掀开被子下床，往洗手间走，到门口又回头：“青玉，以后你再做这种梦，记得第一时间叫醒我。”我有点好奇，干嘛？她扬了扬下巴：“陪你骂回去啊，谁敢在梦里欺负你？”我连梦都给她掀了，我一下就笑了，这才像她。我转身拉窗帘，余光扫到床头柜上的电子钟，凌晨3点40。我又仔细一看，屏幕上显示的原来是6点40。我盯着那串数字2秒，像是看花了眼，没再追究，只是低头看自己手心，空的，可那种死死攥住一个人的感觉还留在骨头里。洗手间门半掩，小雅一边刷牙一边哼歌，安安绕着我脚边转。我拉开窗帘，阳光照了满屋，寻常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，一切安稳圆满如初。